你要躺在家的。但是至少有人选你啊，只是他选失败了。因为我们在选上都好的吗？没有。啊？你不想跟苏拉去？你看秘密是需要创造的。来，听。不是，我很怕就是有一些言语是要对，你说太攻击性，你要跟他说一些，你是那个场合，对。看个一把。他感觉比较很害怕，要跟索拉雅，你跟他分享一下索拉雅交代守则。你要当色情手吗？我是啊，没有，就是其实我蛮怕那种，就是真的就是非常侵略性的。我可能就会一直要不要我今天就喝到明你天？要像今天那个这个，对，要像同期一样，他现在超安静，真的顺其自然，自然的聊。这样才能。你今天想去这里是吗？没有。跟我贴啊！没有啊。我要做他们爱情的绊脚石。感谢你。没有说什么。说我觉得卢烟感觉对我有。你说谁？卢烟啊。对你吗？对啊。是我，你没看到他讲话，你们还凹嘟嘟。哦，我以为大家都这样。真的吗？第六感。对啊。哇，很精彩了哦。你对卢烟有感觉吗？昨天有啊。哈，多说一点。展开说说。说。昨天我是在后房，所以我一直提到他。我一直都一开始对他很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他很嗨嘛，很嗨，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有时候又蛮脆弱的，就很好奇他那个背后的那个。昨天睡觉的时候我是靠他睡。其实我一开始也觉得卢烟太有活力了嘛，就是有点 hold 不住。后来又觉得，就是更了解之后，又觉得他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其实私底下心思蛮细腻的。对啊，他很细腻，真的。就是我很早就发现这一点，所以我一开始就跟他讲说我最好奇。对啊，你们现在知道彼此的年纪了吗？你们今天揭露的资讯是什么？年纪啊，妈的，有够没用的。有看起来就同龄。你们同年吗？我同龄啊。对啊，看起来就同龄，反正你觉得我比较操劳。超姐妹。没有啊，我开始觉得你比我长相感觉比我大，但讲话感觉比我小。就一样。他就表我说我比较老的感觉。没有啊。喜欢讲的。Hello。来加入你们的大挖特挖。你不怕吗？不怕。怕什么？不怕被大挖特挖。就是我会问你各种问题。我们的尺度有点大。加入我们的尺度。对。为什么？那我们问你的问题的话，你如果觉得不太想说，你就说隔几天再说这样。对，你就说我之后再说。之后再说。没问题，100%的 respect。你觉得你偏零还是偏一？我好喜欢这个问题哦。我觉得都是这样哎。对，我第一个是这个。那所以呢？对啊，他只说了。我在思考就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你觉得你0.5这样子？对啊，就很中间，都有试过这样子。我是一个很中立的人。是中立吗？那我如果会选弟弟的话，应该也是喜欢姐姐型的吧？对耶，你选弟弟啊，情敌，现在试探情敌，他0.5哦。我们要暧昧一点。有吗？这样睡有吗？那有没有这边更接近你的菜？对啊，好想知道。对啊，我们要知道是这个。就我会很喜欢，就是那种可以带着我就是聊天，然后就会比较带你融入整个群体。很弟弟耶。对，弟弟。是温柔大姐姐哦。弟弟真的很会照顾人。或是那个索罗亚。可是 Soraya 反而对我很那个就是他不会主动。他也不会跟我讲话。真的，我以为他对其他人都很主动。没有，他只对卢烟、伊娃跟萌萌。没有，可是第一天过后，他对我没有什么讲话。就我伤了他的心。他下头了。因为我一直守他的色。是谁吓唬谁？他下头了，你让你就下头了。没有，因为他太主动。侵略性太高。他侵略性太高，我不喜欢这一种。
你觉得就是他调情的部分有多少成分是真的有想要调情的感觉？是真的吧？还是就只是嘴贱，做个嘴贱？不是嘴贱啊，是那种就讲干话。对。其实我蛮希望他是讲干话的，如果他是真的认真的话，我有点害怕，会有压力。对压力。可是他就是有一点兴趣，所以才会去讲。对，他说我一看到你就觉得你是我的菜，然后或者是一开始就讲热情如火。所以外面没有在喝酒吗？知道哎，他们好像在聊天。谁和谁？如烟佩佩的香味。跟谁啊？有他们在聊。有某某吗？我不知道，我只看到烟。有萌萌的话你就出去呗。有某某话你就那边有如烟。哦，你是3天不一样哦。我上面不一样。哦，你第一天选如烟对不对？对。第二天伊娃。对啊。今天某某。对。哦哇，9天刚好可以让你轮一轮呢。对耶。有没有到1轮啊？可能现在就跟萌萌定下来，拜托。可是我觉得我最吃萌萌的脸，就是如果单看真的外表的话，就是为什么？他眼睛又没有？我就喜欢小眼睛哦。我说他眼睛不小啊。小啊，就真的是好看的那种。我已经搞不懂这到底是称赞还是……我没有，对对我真的很喜欢小眼睛。我觉得那种就是大大的眼睛外双大外双会有一种侵略性。对吧？你知道吗？他今天跟我约会，然后就这样对着我说。对，说完那句话我直接下头。本期节目非常感谢我们的干爹337同居约会赞助。你们要吃早餐吗？为什么还躺着？你又不是跑出去吗1点半呢？OK 的。现在11点半了呢。对啊。对啊，那你给我躺着啊！我想说，他妈的自己一个人睡有够爽。那我今天怎么醒的吗？今天手来着，转个身碰到我就惊醒了。等下就真的可能就是，然后突然就头就痛，然后碰到靠背，然后我就那个什么，我就几点了？被吓醒。工作一下。在干嘛？化妆。我看你们昨天聊很晚嘞。哦，对啊。在那边笑。而且因为都是我在讲，我在分享，然后我就觉得很累。所以今天真的不好。不用吧。因为想要晚上再换床房子。我觉得可以换。想跟谁睡啊？换人睡啊，跟你睡。不是抱抱睡的关系。哦。那可以讲。太凶了。然后你沉迷于我。我是听到有人在讲话啊，我想说开小视窗，这个视窗真的是视窗哎。开小视窗聊一下。聊什么？没有啊，今天不是立法先去吗？谁？立法。对啊，因为他前几天跟我，因为你不是跟立法说。对啊，然后嘞？说你很累嘛，就是我有点怕，就是因为你这么不是，因为我是欲火上来又下来。很好聊吗？欲火上来又下来。OK， 我懂了。我是说，就是因为你都需要可能一直开话题。我觉得你们不要想那么多，就相处就好了，不要就是被怕了。你太坦荡啊！真的吗？对。等下直接从那里爬进来。真的吗？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本来就是有很多挑战啊，就勇于面对就好了，做自己就好了。记得就是做自己，开心就好。小心啊！我还想到付费内容，付费内容我一边都。好灵活啊！我觉得这好重伤，这是你想看到的。这还要写流程盒吗？嗨，我今天穿的很帅哦。我以为今天是你的睡衣，所以不是蓝色。哎，你很过分，蓝色就都是我的睡衣。要配你这样不行。今天穿什么？然后今天戴这样穿什么？你觉得这样会不会很奇怪？裤子有点短啊。不会。我现在今天包那么紧，应该是没事的。是能有什么？嗯。在厕所的你，他比较害羞，好看哦。你看吧，这 baby 你很漂亮，但是。包含袜子。我真的想教你遮瑕。为什么？要不然我帮你遮瑕。为什么啦？因为我想帮你提升啊。啊，我也可以帮你化妆吗？我不要。我想有效化妆，无效化妆。哦，我就是无效。赛车女郎，我是赛车手。我们今天打扮就是这样。你是赛车手？赛车手不是车哦。你想坐在我身上是不是？超想哎！你也可以坐在我身上。人家比较被动。好，那我虽然我今天穿的比较男生，没关系。可就是想衬托你的，you know，你的辣，所以我今天包满满。你也可以辣一点。别！今天保守派。好，保守。对。我前天晚上有特别先做一下心理准备，这样想想看要怎么比较 peace 的相处，怕说我们可能都太嗨这样，因为我们两个算是比较吵的一组这样。我就是想着他开车我就开更大，他开小车我就开巴士，他开巴士我就开高铁。我可以开始挖你的故事了吗？我们要到晚上呢，你挖你的故事。你想知道什么？就感情事啊，很好奇。经过一轮才发现，哦，你们的经验都好少哦。没有，我只是看起来妖艳贱货而已。我知道看起来是，我喜欢。我只是看起来很 bitch， 但是我喜欢。感情状态是没有那么 bitch。OK， 好，我想听。总是遇到不 OK 的男生吧？啊，那你就是因为对男生失望到底，所以才想试女生吗？但我国中就知道我是双性啊，我一直都是偏女生的比例比较高，一直都对，那为什么都跟男生呢？因为人家是双鱼座，人家始终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嫁一个人，然后然后为他生孩子，在家里。我知道，我有遇过这种人，在家然后当家庭主妇，跟小孩一起等老公回家。跟女生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啊，你可以等我回家。OK。哦，好的。我觉得他真的是有一把火，全身的火。那你会讨厌这样的模式，还是你会蛮喜欢？我觉得我不排斥，但是太多的话不行。可是我觉得我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大概国小的时候就在想结婚的事情标准双鱼。对，那时候就有想说，我第一次一定要给我老公。就是我嫁给的人，其实我有成功，这件事我是有成功的。那小孩的部分是有的吗？有的。哇哦，你有小孩？2个女儿，身材还这么好我以前更瘦，但是不健康吧？你现在比较好看了，你不要再瘦，再瘦，你
这太抱起来手感不好是吗？干起来没有手感。等一下啦，等一下，这在计程车上。OK， 没事啦，两个女生只是探讨而已啊，探讨。对我来说没什么啊，不在乎啊。你过去怎么样都还好比较在意的是现在的他。那如果说现在有伤痛没有关系啊，我可以等你，我可以陪你，然后也看得出来就是他经历了很多，不想要让他太难过，我们就是先以轻松的角度就好了，就不用太去深入他过往。他给我的反应就是我懂，就是一种我看得出来你是有故事的人这样。当我讲出这些时候，他一点都不意外的感觉，然后但他情绪价值是真的给的很足，他就是一直有一点小心疼，有点感同身受，因为我觉得他共情能力是真的很强。我这样看着你有不好的吗？就是我应该会被你吸干吧，能量的部分，然后你会全身火热到晚上。不是，我说你自己不要想我，你自己觉得这样是好的。我就只是会很害羞这样，然后可能没办法接到你的话，你就习惯啊。好看的就是值得被这样一直看啊。那我就只是跟你聊天，看着你，这样也不行。可以啊，那我可以看别的地方吗？很不尊重，对不对？聊天就是要看着对方啊，所以我都会一直看着你啊。我看你的眉心，可以。你的眼神可不可以再笑一下？笑一下，好难哦。旁边如果是重启，就好。我要把你想象成重启吗？可以吗？有点难压不过去脑袋跟眼前的画面。不要好看的脸不要遮住。我觉得你今天回去也会很累，跟伊娃出门的感觉是一样的。有的解渴的话就不一样。什么东西？没有啊，你现在不在讲说不经意的肢体动作，对啊，他有跟你讲做什么吗？你好渣。他有跟你讲吗？你记住吗？我知道，只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你讲。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你讲。你不要这样子，自己看。我的意思说，他有没有跟你讲？他有啊，你自己不知道啊，跟你好糟。我知道啊。就你那时候拿着有点心痛的感觉。我靠，哪些标准？就是那个。那是什么？没有，但我是要确定。反正对，就那动作啦，然后。所以他是因为那个动作，就可能稍微有点上前，就是他说那个动作，有让他开始注意，可是后来他注意到的小心动作，他觉得你可能对他没什么兴趣之类的。我觉得应该是我被转移，本来就对伊娃有兴趣，然后再来晚上我跟萌萌又比较多分，所以就是我有被转移注意力，那里面就还是在萌萌就是那个我会在意的那一层，对啊，你看我现在是萌萌的味道，然后怎样？口袋，什么？怎样啦？我跟他讲。你不是你刚刚讲不是你刚刚说是说，我现在也可以讲，没有说不能讲。你讲了，我就讲你的。然后我说可是我班长知道他听到说味道什么啊？我想看看他。你也有讲啊，他在靠近我，然后就说不一样。一样啊。现在我在这里，你不敢当着他的面跟他讲。对啊，我不敢。然后我说不一样，就是你没敢当面跟他讲，所以我怕你知道。但我现在如果我去跟他讲，我不行，你怕？没有，我说我不想你讲那句。但我会原封不动的。我感觉不会，你就是会乱讲话的人，你不要在那边靠腰。我会。错同情，我不要跟你聊天，看。你好烦啊！聊天我根本就聊不出。
学语言很常被问说，那你以后到底要干嘛吗？有啊，然后我都说买吉他棒啊。真的？我觉得就是这样，他们就可以很快闭嘴啊。哦。如果就是讲了很多很深的东西，他们可能还会说，不，你把这个产业想得太美好了。不过卖吉拿棒好像是大家都还蛮可以接受，觉得哦，好像真的有可能哦。因为是偏商类的。对。好期待你成为吉拿棒大亨。哦耶！好耶！大家都可以来吃我姐的吉拿棒。因为有时候就是别人听到我大学是读台文，然后我研究所还要继续申请台文，大家就会想说，这个到底要干嘛？你为什么还需要钻研这个东西？不是啊，在台湾不读台文要干嘛？对啊，就像你在去一个美国学日文一样，但就是当然要在美国学英文，那在台湾当然要学台文啊。对啊，那你后来都怎么回应啊？我就会说，我也不知道，你先不要问我啦。你就这样在过年的时候回亲戚吗？好怕哦。没有啦，就是可能那种他只是想要呛你一下之类的。但通常会先需要解释台文到底是什么。因为大家会说，为什么不是中文？对，跟中文有什么差别？哦，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因为台湾就会分中文系，然后台文系，然后还有华语教学那类的。很多不太对，好像都是同一个语言，但是对性质很不一样，和我想象中的话题更有公民性一点点。就是本来就知道两个人的年龄和身份应该是相近的，只是没有想到就是真的有那么多内容可以聊，而且我觉得很多东西都聊得蛮深入的。就昨天就私自很期待你可以套到佩佩。然后他昨天课堂的时候，我就说，我现在觉得很有罪恶感，我觉得我像是我在磕和 CP 之间的绊脚石。真好笑。就先跟佩佩约会完，然后再跟你约会，我觉得我这样夹心。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的频率是很相近的。哦，真的吗？无论是生长背景跟生命历程，我觉得都会有很多共鸣性。你现在在帮忙你的 CP 吗？对啊，我希望我可以就是当人间月老。所以会让你更期待跟佩佩约会吗？但是也有点怕说，我现在真的太期待，然后到时候会失望还是怎样？怕我太期待，可能不符合预期，我可能会反而对他印象变不好。但如果本来没有期待的话，好像就没有什么印象不好的问题。会有点紧吗？好像稍微可以再大一些。我觉得这个好。就是我们的戒指是互相帮对方做的，然后可能就是量戒围的时候就比较有仪式感的那种感觉，就是帮对方穿戒指，有点害羞。我其实有一直想要开话题，但是我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然后又加上真的蛮认真做的，而且有点紧张，然后所以就是确实没开到什么话题。谢谢。哇，我做的。对啊，很好看，漂亮。其实很好看。对。欢迎带。觉得就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然后他很紧张。然后他说他会把那个戒指一直戴着这样子。那你现在呢？我现在第一天确实比较紧张，后面就真的比较好，真的，就是会一直在客厅就是聊天，不想回去。对啊。你会比较喜欢被照顾，或者是照顾人？其实我没有那么绝对，就是我是可以在生活上照顾对方，但是如果就是需要对方安慰的时候，他可以过来共情我，这种对。但我觉得生活上对方不用太独立，就是我可以照顾他。
你是喜欢被照顾？但是也不会说就是婴儿那种。就是我是愿意照顾对方，然后我也希望对方是有稍微有自己的想法，但不用每一件事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要有自己的喜欢跟爱好，大概是这样。还有一个空间，我们坐在那边聊天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心动，就是真的在深入了聊天的感觉，当下环境的氛围跟就是它本身的魅力。其实这种心动感，我觉得是参加这个节目第一次出现的。我想问你，职业？你想问我职业？OK， 我是自由业。自由业，像是主要在做设计相关的。比较常碰到的都是凹类的橱窗设计。对，然后再来是网页上的 banner 啊，然后或是商品图，然后下面的那种介绍文也会碰到。品牌设计的话就是维护一个品牌的形象，大概是这些。好酷。对，那你的职业呢？你可以换一个，因为这个真的就是很无聊吗？你的职业很无聊，什么意思？好，我想想啊，那我问你年纪好了。年纪好，我是22岁，22，然后大学刚毕业，对，所以就职业很无聊，职业，OK， 好，听完你有什么想法？没有。OK， 对，就是应该说，因为就是这3项其实不是我挑选对象的重点，我只是觉得可能先聊的职业会比较好聊天。那你可以接受年纪上下范围？我觉得都可以，你觉得2个人聊得来比较老的不是老啦，年纪大的话，其实就是说。目前的话，35以下都可以，然后往下的话，其实至少要28，对，因为通常年纪小会比较难去照顾他们的情绪，因为他们情绪就会比较充沛一点。黏人的其实也不太喜欢，好飘哦。想要被照顾，但不要太黏人，然后可以跟你一起安安静静的。因为其实我虽然喜欢自己一个人，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喜欢有人在身边的感觉，虽然不讲话，就有一种安全感。其实我不太确定，就是Eva 的安静是会不会去把可能他心里不高兴的事情说出来，或是一些就是负面情绪要怎么消化这件事情，就是我会怕会不会有时候安静的人会藏在心里。哇，很圣诞节的 feel， 你蓝色，我红色，帮我们合照一下，拜托，快点！我们要交换拿吗？你说我们手要伸进去这样擦吗？是的，我最会了，我。Oh my god！ 谢谢。然后开心吗？我看你的手就是太兴奋，所以呢，我们可以有指套是吗？我们有这个夹子，谢谢。来，请用夹子。老师习惯开车吗？我开的比较慢一点。招架不住了吗？我年轻的时候开的比较快。真的吗？我们今天让你重返18岁。对，真的是谢谢你。你怎么笑了？没事，很可爱啊。他觉得我很笨拙，好可爱哦，我喜欢。而且他觉得我很笨拙，超可爱。我不会帮你，我想看着你耍笨。我没有耍笨，我很认真呐。哦，你认真的样子也好漂亮。我知道我看起来很漂亮，表情挺智障，但是，我刚才想说，如果素材可以用的话，是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去拔一个？你真的想拔那里的？
有一点，然后里面感觉很多东西可以直接拔下来。小花啊，小花太大，我可以把它剪小一点。我想把我的什么？啊，有在拍总放那边喽，有点害羞。你会害羞？你好烦哦。喜欢。都你啦。怎么了？是了。昨天。可以重现。不要烂。这是捧花吧？愿意嫁给我吗？有点小，而且它撒的我这边都是。我以后会补个大的。可是它还在掉。我以后会补个大的。你想要我们未来房子是怎么样的？你喜欢什么颜色？蓝色吗？你很爱蓝色吧？你说钞票的部分吗？紫色我也更爱。房子房子。可是我现在想用的是我没有的世界，我心灵没有的东西。你有了我就是我要在这里拥有全世界了。OK， 真的是很会说话，但是也有你在，我才有这么多想法。所以我生活很黑白，需要一点色彩来了。是。黑白吗？为什么？所以不用它太多。你怎么趁老师这样的时候再让老师磕 CP？ 我觉得你很享受啊，我很享受做这个的过程。怎样啦？请不要把我吃掉。我没有，我做了什么吗？你就是看着你。Hello， 我没有看那里。你这样我就会想看那里。No， 你可以看我的头就好。那你觉得你跟佩佩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彼此的好感的？一开始的时候，他走进来的时候就是有点学生穿搭，所以我就想说他应该是大学生。但是没有想太多，就是整个外形上是可爱的一个女生。然后后来我在受访的时候，就是采访我的人就问我说，他就说对于后来就是佩佩选我当室友，我有什么想法？然后我就说我有点好奇，就他选我是觉得可能我比较安静，然后是比较稳定，适合当室友，还是说他有把我列入考量对象？然后我就真的回去问，但是我好像问他对我的看法嘛，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我蛮可爱之类的。就是我一开始进来看到你是觉得你长得很可爱，但是我又没跟你讲话。哦，佩佩说的吗？哇哦。然后我们就有聊天，就感觉他某部分的感性跟我蛮像的，所以就是会觉得蛮想要继续认识他，就也觉得他就是有一种越看越可爱嘛，就是因为他很活泼啊，好浅哦，因为他很活泼，所以就觉得就是很可爱的人这样。其实我那时候第一天采访的时候，他们问说第一印象走进来有没有谁你比较印象抓住你的眼睛，然后我有说你啊，我长得是清纯的吗？对啊，我就说你走进来的时候，我觉得你还蛮可爱的，因为我觉得你一进来的时候就笑眯眯的这样子，然后又长得蛮干净的。谢谢，好开心哦！但是结果居然被你当姐妹。多讲一些佩佩的东西，好好听哦。昨天感觉你们昨天真是急速升温哎，是因为外套的部分吗？外套，你不是觉得他外套？他约会一回来就来问我约会的事情什么的，然后他有一直在问我跟 Soraya 约会的细节。哇，他感受到威胁性哦。好，那你说什么？你对 Soraya 怎么样？他有问我说，就是我会希望对方是我的月亮还是我的太阳，然后我就说，我希望我们两个是可以就是一起快乐的手牵手在月亮上这样，这样很快乐的散步这样。然后他抓到关键字是手牵手，然后他说：“所以你想要跟我手牵手吗？”之类的，我就觉得他没有 get 到你真的想要讲的内容。对，我想要讲的是，我希望两个人是平等的，我不需要对方是我的什么，或是我是他的什么，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很快乐的这样就好。但他 get 到的是，我想跟他手牵手，他只抓他自己想要，他只听他想听的。本来我对萌萌的印象是觉得他应该在
单纯一点，然后就是没有想到他的心思有那么的细腻，他自己也还蛮会丢内容，然后也输出了很多，有点意外。就是有在猜，因为就第一天的心动讯息，佩佩没有那个讯息，然后我就这样看完以后，我就继续跟他聊天，然后在聊天的时候我看到，我就想说会不会是他给我的，然后我的那个内容也有点像他。哦，真的啊？你收到很多个吧？你收到几个？我收到1个。没有，那是我啦。那是你？那是我啊。你在失望屁啊！我没有失望。我没有失望，我以为是同期或是佩佩，结果是你，是我啊。超好笑。就是我会想说一定会分手，然后有时候就会害怕说开始，就不管是分手前那种很焦虑的情绪，或者是可能是我自己想要说分手。然后那种罪恶感或者是什么的感觉，就很不喜欢那种感觉。我也很不喜欢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因为这种感觉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其实很害怕进入下一段关系。对，就是你真的好像想要把全部的事情都想确定了，才想进入下一段关系。对，就是因为我爸爸工作在北部，然后是之后才就是一起搬回来。然后小时候就是阿公阿妈在顾，爸爸妈妈回来的时候就会一回来我就觉得很难过，因为可能过几天就要分开那种感觉。其实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其实我都会很珍惜我认识的每一个朋友或者是人，比较闷一点，只是不善于表达。对，不太善于表达。就是会觉得很别扭吧，就是给出很热烈的爱的话。但是我很喜欢说，就是因为我朋友也会来我家过夜，然后都会说晚安，爱你。我妈妈也会很喜欢，就是睡觉的时候，然后就说晚安，爱你哦。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习惯。这才70而已。好变态，我就变态，我才不信你不喜欢。妈有事吗？对哦，妈我妈找我，等一下我接个电话。老师现在很专注，太好了。我应该听到什么？没有你。没关系。你的手是真的没有地方放是吗？没有地方放OK， 能理解。我其实有部分就是会偷偷的跟他肢体接触啦，然后他就一脸就是其实蛮开心，然后又害羞的样子，我觉得好可爱哦，我也好喜欢这样。你们看不到的时候。你的好可，你这边好可爱哦。对啊，掉落的痕迹。我偷偷的那个粘住这样。这是粘住的吗？我故意粘的。那个，我们等一下要不要一起去吃饭？好不好？差不多喽，走喽。你怎么那么可怜呐？我跟你讲，你想要好的对象，对不对？我推荐你呢去225同居约会，
单身想找到好对象吗？那你可以试试看225同居约会。225同居约会呢是337同居约会的子品牌，它是专门为同志打造的一个恋爱的实体配对。这里的每一位会员都经过颜值审查、专人访谈，绝对没有诈骗，所以放心，不会踩雷。最棒的是，你的资料一次上架，你就享有终身配对的服务，配对的次数无限次。重点，你还可以先看到对方的照片、个人的资料，再决定要不要邀请他一起约会。所以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并输入专属优惠码，而且还能享有免费的1对1配对服务哦，绝对不要错过哦。有情敌的部分就是可能我们几个人。哇，酷哦！我喜欢哦，我很开心啊，耶！原来还有这样的机会，这样。萌萌，我一直想跟他出去约会，但是我们都不行啊。你不要跟我选一样的哈？啊？要选萌萌？对啊，你就选伊娃啊。我不要，我喜欢管这个。好啊，你选啊。可是我一直都在选择他，但是我一直都在选择他。可以啊，你选、啊。我觉得这好玩。我当下知道同期选择萌萌，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他想要看这种抢夺同一个人的那个我会怎么样，这样子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那个厮杀什么之类。但我觉得他就是那3个人里面，他最想选萌萌啦，这也是有私心的部分。因为我觉得我从第1天到最后一天，我一直都在选择他。所以你的前2名有萌萌吗？我不知道。可是你说你不敢太主动啊，可是你又一直选择他。对啊，所以我觉得不会是伊娃跟佩佩吧？你在自己叫自己吗？对啊，不会是伊娃跟佩佩吧？每一次要选择的时候，我都是选他，就我分数也给他的分数也都是。你为什么不去选你心目中的第1名啊？我的第1名跟第2名其实算是平等的，他们2个都可以算是第1名。好，那你为什么不选另外一个，也是同样是第1名？好玩。为什么要故意选一个你已经约会过？因为你说你会选。你很烦哎、你很烦哎、我觉得我这次跟你聊天，真的是我在被你弄哎、屁！我他妈都被套多少东西出来？你说你被我弄，你只是没有确定啊，但我套的是对的吧？反正只有这是3选2啊，伊娃、佩佩、萌萌，有可能是晴晴啊，不可能，谁知道呢？我不信，谁知道呢？而且我不相信你会在如烟前面讲佩佩，所以我觉得一定是伊娃跟萌萌。我不会的。你不要一直拿你自己的名字叫你自己好不好？我一直在想说佩佩是哪一位啊？不就是你吗？啊，对啊，好啊，所以就一定是我现在100%确定伊娃跟萌萌。可以帮你。我刚刚只是好奇，可以帮你。哦，伊娃的部分可以啦。第一点是我觉得我在那个当下跟他说我自己很奇怪，所以我当然避开。那第2点是我觉得我跟他没什么互动啊，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应该也不是吧。哦，同期的2个人，觉得有一个是乳颜，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跟 Clara 聊起来蛮舒服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差的约会。如果只是为了想要跟可能佩佩约会的话，我觉得这样对我的感受不诚实，所以我给他7分。8分以上才可以继续进行，所以我想说他可能最多就给我6分吧，因为毕竟不是恋爱对象。然后就是好的，你给几分啊？我也是，真的，我给7。哦，因为我想继续吃。真好笑。2个人相加分数低于15分的话，就会立刻终止约会。很紧张，因为我不想要吃到一半，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You out， 你要必须离开了。"没有10秒钟吧，我就直接传10出去。我就是觉得很好笑吧。
但他这个 CP 粉也没有很坚定啊，就是就也不是很坚定的支持我们，他其实更爱思康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他还蛮可爱的。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把爱情之间的变角色。对啊，还假装是我们 CP 粉，我不要再讲得像我真的很想要介入你们，好不好？没有。哎，你刚知道规则吗？我是说，如果超过15分，对啊，然后就要结束。对啊，所以让我等一下不要跟佩佩去约会啊。为什么？等一下本来可以跟佩佩去约会吗？没有啊，我没有看到这个啊。真的假的？对啊。他说如果我们超过15分的话，你就要回去，然后他们两个就要同期跟佩佩就要竞争其中一个人来跟我约会。哦，难怪你，对啊，真的觉得自己罪大恶极。为什么？就是本来很看好他跟佩佩，然后想说这是他们难得可以相处的机会，结果就是我为了贪图美味的思康，所以留在那边。如果我原本就知道是其中一个地步的话，我绝对不会给10分，可能给好不能太难看，反正就是就算他给最高10分，我也就是给个5分之类的，就是相较起来不会让我们继续约会这样。还有同期耶，还有同期跟佩佩，一定是佩佩上了100%。但我不知道同期好感的人里面有没有我。有这个机制的话，应该就是他跟谁都可以吧？他可以去抢别人的吧？为什么我觉得好像突然有点三角恋？然后我就很想知道，所以他觉得我们约会过程是有恋爱感，或者是会想让他去认识吗？还是怎样？或者是他也没想那么多，他就这样讲。那如烟会很在意我什么事啊？什么事？除了他感觉出来我可能不是对他最有兴趣以外，不是最有兴趣的等级，是他觉得你对他没兴趣。哦。对啊，就他都觉得你对他没兴趣，就不会有其他的啦。哦。就是他就觉得你可能。哦，所以他可能本来以为有吗？不是本来以为有，是你做那个动作让他多在意了。对，让他开始在意你了。可是在意你之后，发现你好像对他没兴趣，对的，就是我看着你眼睛，这是什么？看什么东西？可恶！那你跟我看到的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可是我想要去找对齐。以晴这个烂人，他知道佩佩，他不知道佩佩要来，好吧，他应该跟以晴说。昨天我在跟他说我喜欢萌萌，然后他就说什么他要当我们2个之间的绊脚石，开玩笑的那一种。我觉得10分就是一个故意的分数啊，因为我觉得通常大部分这种参加约会要给分数，如果我觉得好，应该会给8、9分。10分就是有一种我刻意要给他最高分，又加上昨天那个晴晴跟我说他要当绊脚石，所以我就觉得他是故意的，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小生气，但是就觉得蛮好笑，就是好玩嘛，就是这种有趣，但就觉得这样回来我一定要骂他。给什么7的17耶，差一点点，不会给低一点哦，给个5啊！以晴哦，看有晴晴，我还要骂死他，我就骂他。你好奇怪哦，投个1分不会哦。你好烦哦。哦哟，你已经完全不是那种想要多认识的程度了吗？我不是啊，不是啊。多认识就喜欢，但我不太认识他。已经有喜欢的哦，这么快？但我觉得你现在觉得的喜欢跟我觉得喜欢可能不太一样。对啊，就是感觉这种东西很难用词来讲。你现在最想跟谁约会？这不能说吧？可以啊，我们刚刚讲完，我们都聊到宇宙去了。宇宙好小。你为什么？你这个是什么 ESTJ 哦？我没事。你们还有这样子 STJ 很伤心。你是 STJ？ 我 ISTJ。我讨厌这种的 ESTJ。好，快说！我要听。你最想跟谁？弟弟，你们都吃过饭了，还是弟弟吗？还是你？走路都不做，烦死了！我都已经没给你看到，你怎么看呢？干嘛呀？看到他会露出辅助式啊。舒服啊！我帮你跟他讲。
你去死吧。那时候其实我有先犹豫一下，因为我在就是想要选择可以更进一步聊天的对象，然后就是会犹豫说要不要就是多认识更多其他的人。但是因为我有先考虑到说，可能我来的时间已经比较晚了，然后可能我跟大家相处的时间就会比起第一天就入住的来宾会来得更短。那我会想要就是先选择我的第一个想要达成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去认识，就是我目前最想认识的这一位。其他很有节感的那个啊，手拉雅啊、如烟啊，他们也很节感啊。我们这三大节，哇，他是不是完全跟他说哦，他们超级。应该说，就我觉得，如果我跟手拉雅一起去的话，就是可能他丢的球，我就是会闪躲。哦，你这么快就感觉到了。对啊，他太那如烟呢？如烟的话，昨天有先约会过一次，那没兴趣。好，结论。说我觉得如烟你为什么可就是能断定人家？你很奇怪。因为他从头到尾都不讲如烟啊。你们就只是没给他时间讲而已。哦天哪！好了，我好讨厌你哦，给我时间，闭嘴 ESTJ。会不会跟如烟反而是比较多人在一起，或是一小群人在一起聊的时候会比较聊得来？哦，所以你觉得他私底下1对1，他可能不太讲话？对，我觉得他单独一个人可能会比较也是偏爱一点。他那平常就是会很喜欢滑手机吗？还是有其他兴趣？我觉得我可能有一个比较反差的兴趣，就是我喜欢打电动。哦，对，我玩游戏也是会氪金的人。你氪过最多的是多少？一次？我觉得我应该算节制，3、5千一次，这样算节制吗？哪一个游戏啊？我王者荣耀累积嘞，我从来不敢看，应该破万了。哦，对，追星的话也是花蛮多钱哦，真的。我有一件外套，就是他们的周边，会去给你看。哦，好。但是像那个签名会，我就完全不会想要去。为什么？就一想到要自己找话题跟他们聊，就觉得不如不要聊。你是说签名的那个过程？对，签名的那个过程。可是那个过程不是很短暂，我不确定，好像就1、2分钟。可是我尬在那边的话，也有点。可是可以很近距离的看到你的偶像。哦，对，但是好像我听过有人花到10几万一次。怎么突然就要评分了？怎么会就是有这个抢夺战？是发生什么事了？我其实蛮惊讶的。就是我看到这小哈的名字的时候，我其实蛮惊讶的，因为大家进小屋的时候都是还在摸索的时候，所以可能每个人约会可能是跟这个约会，然后再跟这个约会，主要就是想要了解对方更多。所以其实看到他就是第2次还是选择我，是真的很意外。就是其实我当下给分数的时候，没有想要不要决定跟小哈约会。我其实当下比较在意的是当下跟我约会的人的心情。我觉得我给的分数有因为对方的感受降1点分。对，因为就是如果你给出太高分，可能如果对方其实没有那么想要继续约会下去，那因为我的高分还是得跟我一起约会下去，我觉得就是有点勉强。如果就是扣除掉机制，然后实际上要给分数的话，我可能会给8分到8.5分之间。就是我会觉得 Eva 不想要继续这场约会，心情其实有点复杂，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我那时候应该要给再高一点的，因为其实就是我收到的讯息跟弟弟收到的讯息不太一样，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没有想那么多，可能以为是单纯评分，但如果可能我知道了是要
抢夺战的话，我可能就是会再努力争取一下。我那时候收到讯息，就是我要去跟小哈约会，要结束跟伊娃约会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点松一口气，因为我那时候真的蛮紧张的，然后我真的快要找不到话题了。对，应该说中间伊娃也有很努力的在开话题，就是可能我们两个话都太少，所以我们两个都很努力。对。就是有点小后悔，可能觉得我做的没有到很好，或者是我当时应该再更主动一点，但是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觉得很紧张，然后很不知所措。但I人感觉就是随时随地都是耗能量。有东西？没有啊，是他的啦，是我啦，是他而已，是我啦，我是鬼啦。你是鬼啦！有什么任务哦？好开心，好好玩，好紧张，好紧张，我要干嘛？不知道啊，什么意思？就是争夺战。所以你刚刚有赢哦？哦，你要出去了？对啊。伊娃在干嘛？伊娃，我好失望哦！你的报税对象，我的姐妹真是不争气。我现在回家骂2个人呢。这是我的姐妹，那2个人，另外一个是谁？以晴啊。应该说我们一开始就也没有抱太大期望，想说可能争夺战就是也不会成功，因为我们预料中他们约会应该就是都会很完美，然后应该很轻易就会达成那个15分的门槛。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已经想好说，就是回复之后我们就是继续聊天，然后就觉得很放松的坐在沙发上，然后就突然就是有接收到说，就好像我发起的争夺战成功了，而且当下就还蛮惊讶的。我又很生气，因为伊娃我知道我会很期待他对弟弟有那个嘛，就是有兴趣，所以呢前天晚上我就已经在跟那个什么伊娃聊天，跟他说他今天就是期待他们的发展啊，我当然很希望看好他们可以上作堆啊，结果他就是被争夺走，然后跑回来，我就觉得天啊，这女人真的很失败。我搞不好是因为他撞号，然后伊娃就直接打0分。是撞号的问题，他超在意撞号的。我跟你讲，我去跟他约会，他很开，他昨天有跟我们分享，很开头就说他觉得我们2个撞号，很下头就是他会下头女。但是接下来也会开始就是紧张，说就是这样子抢夺成功的话，会不会就是在约会的双方是不是会觉得不开心？然后有没有可能就是他们其实是想要继续这一场约会，只是刚好他们给的分数就是比较中间值。Hello。你们今天是去做什么？我们今天去做精工就是那种银色的很好看呢。这是你们自己做的？这是他做的。对啊，手也太巧了吧！真的很厉害。见到他就是觉得很开心，就是又可以再继续聊天这样子。一见到小哈，心情就是好像又有点充电了。就是因为小哈其实算是一个就是很会延续话题的人，然后确实我们真的是兴趣有点相同，然后也有不同的地方，然后他又很善于分享。我其实刚刚才知道说，就是今天约会行程的那个规定，所以是你们在小屋的3个人都可以吗？对。那他们2个成功了吗？应该没有，所以只有你成功了。对，因为刚刚我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说，所以你现在要出去吃饭哦。然后就说对啊，然后他们就，那我们要吃什么？我们是要吃什么？是哦，哇！但我那时候其实争夺战的时候，我在想说，就我到底要不要参加？为什么？因为我想说，会不会就是其实你们就是约会完已经很累，想要回去休息可是你没有争夺成功的话，他还是得继续约会吧？对，其实是一样只是有可能就是有些人他会觉得就是换另外一个对象聊天可能会有点
其实他那时候跟我说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贴心的人，他很努力、很勇敢的表达他自己，但他同时又关心你的心情状况，就是我真的，我非常欣赏，更加分。对，但我比较好奇，就是你怎么会就是又选择我？主要是昨天聊天之后，感觉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继续聊。就我想要就是再找一个机会，然后就是可以把就是昨天觉得想要继续聊的东西再聊下去。所以如果就是我想要在就是像昨天那样子的环境下聊天的话，就不能够放过就是约会的机会呀。结果那时候就是参加争夺战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会成功。真的吗？对，你们3个都抱持这种心情吗？就是试试看。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有聊到就是嗑 CP 这件事情。同期还是佩佩说就是有嗑你跟 Ava 的 CP。哦，真的吗？然后我说我争夺战成功了，我是个罪人。好好笑哦！他说我是不是应该离开这个沙发？因为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太有趣了吧？你很难过。为什么？怎么了？就累啊！啊，没有东西哦。对啊，我很想你耶。他本来在家里嘛，然后他一看到我回来，然后他就说没用。是吗？没有，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他说你怎么会就这样回来？因为我们2个就是那种互相鼓励的那种类型。他觉得我很不争气，他就所以我们都给太重要的分数。对，那样。我觉得基本上都是给7分，因为拿15分才会继续下去。所以你们都给1分，你们就继续下去了。那我觉得会不会我们都在期待对方主动一点？应该有可能。对，都太被动。那你今天很失望吗？失望，我们都知道那一天。不是说聊天的感觉。你原本还是很期待，因为像你比较吵，就是比较多话，对，可是他就是移不动。可是弟弟他拿那个恐龙，他主动不是那个主动跟那个主动不一样。就弟弟，我觉得他其实一开始我们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不会尴尬，有点尴尬，就是有点小尬，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我跟他聊什么，因为他回的答案都有点不一样，不太好接近。这个，他有点官腔。对，可是又不是那种像当个前这么官腔。礼貌，会礼貌性的对你笑，对，对你讲什么笑，对。我进到餐厅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怎么啦？今天是带我们来南川酒吧吗？服务生们看起来都蛮会打扮的，这样我就说，哎呦，看起来挺气派的，但因为有一点点很像夜店，就很新鲜，开始兴奋。你干嘛？没有看这怎么会有颜色？我今天到处都是。那你看我去拿个东西。不用啊，你回来看嘛。那个酒看起来都好好喝哦，手给我。这叫娘娘请喝茶耶。那洗不掉没关系，我回去再。可以耶。那不是。那不是。好。谢谢你。不会，你都不会想啊。我是一个蛮淡的人哎。淡是怎样淡？就是还好，没有特别。不会随时想这件事情的人，我不是说随时，就是一下下的那种也可以啊。可是我连自己来都很少。哇，我比较没有什么欲望。那我有让你激起一些吗？那昨天玩游戏的时候吗？都可以啊。昨天那个壁咚有。怎么是壁咚？所以嘴巴部分没有。壁咚就是那一个情节啊。哦。我可以再让你回味一下。你先不要这样子，人家看到了。
人家不要这样子被发现了。来加戏喽！等一下，你想干嘛？我还没喝到酒呢。你一定要喝酒吗？嗯，好吧。你还勾我很会勾啊！你很烦你昨天也不是被那个谁勾的很赞叹不已吗？Lara 吗？对啊，他好恐怖哦！我看不出来他是一个Sorry 我不行，Sorry 我不行。但是他看起来很不是会做这些事情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很 shock。没有，那就是因为天秤座偶包啊。那如果说女生的话，你会想找怎样的类型、怎样的人？我是公主，没有，我可能比较希望是可以被照顾的那一个，这样。我觉得他就是好看的人类都可以，然后喜欢被照顾。那你觉得你有符合吗？符合啊，我就符合啊。他好像有知道我的一些细节吧，因为他有时候会说我细节控。要这么憨吗？我唱歌。你快点，你把衣服拉下来。为什么？我今天不是穿那个很高的是吗？我今天穿那个 bra 的，我是穿内衣。等一下啦，你还没喝酒呢。等一下，你让我醉了啊。等一下，救命！你让我好醉哦。不要再勾起你的烈火，你先喝水压压惊好吗？秀一下。Oh my god！ 给你一点福利。有，这样可以。你不要追，你不要闪，就这样啊。天哪！救命！你好坏哦！你喜欢啊？我觉得你很喜欢的。你是 M 吗？有啊，很像。没收到这个不可以乱收这个像。没有，人家没有。哦。那你有很看什么对象的特质吗？不要那么色。没有，我会那么色是因为没得到，就没有了。真的有要尝试的话，我是真的没有办法那么纵欲啦，没办法天天开车啦。你会想要小孩吗？还是没有想过？如果遇到让我想跟他生小孩的话，我会想要小孩。那你会想要当生的那一方，还是？我不想生我想要领养。哦，你想要领养的？因为我看兔女郎他们就是，我觉得整个过程都太辛苦了。哦，还要先自己取卵，然后又可能植入的时候失败这样。对啊，我觉得我会想要把就是那些过程的花费就是存到以后，让小孩有更好的教育。那如果伴侣超漂亮，你觉得他的基因不传承下去，对不起这世界怎么办？没想过而且你家人知道你的感情状况吗？那是哪部分？如果喜欢女生还是？对啊，真的啊，我从国小就讲了。那你家人有对你的这个有什么反应吗？我家人都还蛮支持的。只是以前比较辛苦的事情是，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的小朋友，很多小朋友就会觉得，同性恋又没有怎么样，然后他们教会小孩也会。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不能结？为什么女生跟女生不能结婚？就是教会的阿姨们都会很认真的跟我们说，就是这是不被神应许跟喜悦的。所以那时候就还蛮挣扎的。信仰对你来说很重要吗？我不知道怎么去衡量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信仰和感情的挣扎，直到现在还一直在困扰着我。只是我暂时想要。不去想太多这方面的事，因为到交女朋友的时候就觉得这样的感情跟情绪是真实的，然后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理由去否定我喜欢一个女生，然后也不觉得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我有听了他的故事以后，就觉得他的想法真的蛮成熟的，不像他的年纪。那你有经历过挣扎期吗？还是你就觉得你就是这样？我没有因为我妈妈其实是也是性别研究的，但是性别学者吗？还是作家？学者。然后，所以其实他身边很多学生，还有他自己的朋友都是同性恋。
然后我从小他们也不会跟我说有女生要怎么样，或者是同性恋不对之类的这种，所以我没有挣扎期，因为等于在接受我另外一个身份而已。哦，对，高3吗？我忘记是分手前还是分手后的时候跟他们出轨，然后我自己在那边大哭但是因为可能也面临就是考试吗？考试就是分手那段时间，我觉得因为我是双性恋，所以我会没有认同感嘛，就太喜欢男生，我没有办法一直称赞男生，然后班上同学在讨论说哪个男性很帅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加入。但是在女同这个圈子，我也没有归属感，因为我没有很标准的女同的感觉，我不喜欢田馥甄，我也没有喜欢郑宜农。你不喜欢田馥甄？我没有不喜欢，我没有喜欢，我说我没有喜欢，我不是粉丝，我没有在听他的歌。就以喜好上来说，我好像不属于这个群体，然后双在这个群体里也是一个就刻板印象很重的、很常被误解的一个身份。所以那时候我出柜的时候会大哭，可能也是面对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义很模糊吧。我和他的出柜历程其实也是相近的，我们都没有受到例如家庭战争等等的，所以听到他的出柜经历会觉得没有很意外，而且他看起来也是一个从小在幸福家庭长大，然后获得很多的爱在的女生。它真的好香哦！它就是端着它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那个香味就慢慢的靠近我。我也是，这个很像马来西亚的沙爹，它的酱是重点，它的酱超好吃，是有花生味很重的那种。你们想问哪一个？我问职业好了。我目前为止还是在待业中。很快乐。但主要是因为我要准备考明年的考试。你明年想考什么试？我想要考移民署。因为就是前阵子就是一直有刷到，就是移民署他们有在征求想要就是会印尼文的人才，而且他们是就好像还蛮缺的。然后你会？因为马来文跟印尼文很多地方是通的。他也是因为就是可能以前在马来西亚，然后要过来台湾的时候，可能有经历过一些不同的事情，所以他才会想要去移民署上班。他真的是一个就是很热爱他自己生活，然后就是他是一个会去把他自己想法去实现的人。那可以换我问？可以，你问。3个不能说的秘密。对。我也想要问居住地。我住在淡水。淡水。因为我自己还蛮喜欢就是往淡水跑的。真的吗？可以来找我玩，可以带你出去玩。真的吗？真的。就这3个资讯，其实它不会影响我就是选择就是有好感的对象，但是可能其中就是居住地的话，会让我就是可以跟对方有更多共同话题可以聊，可能也可以更有机会就是去聊到说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景点，然后如果有興趣的話，或是未來有機會的話，我們就可以一起就是去那邊玩這樣。我就是會做就是像 cosplay 之類的，然後我就很喜歡去淡水取景拍照。真的嗎？可以看照片嗎？我很好奇。所以你现在家里的衣柜有一格是专门 cosplay 的衣服吗？我现在 cosplay 衣服已经比我日常的衣服还要多了。真的假的？哇！这是之前在动漫展拍的。你很认真哎，就是是真的很认真，完全不像你。太酷了吧！就我觉得 cosplay 也是，就让我可以有机会就是尝试不同的妆。所以你都是自己画的？对。像这个的话是，就因为这个角色他是黑肤，对啊，这是你吗？就还有就是把皮肤涂黑。真的假的？哇，完全不一样啊，不是同一个人。就是我很多就是如果只有 cosplay 见过我的朋友，然后在我素颜或者是就平常的打扮，他们就会认不出来。这怎么可能认得出来？你如果穿成这样走在旁边，我绝对不会知道你是谁。你可能跟我说嗨吼，完全不一样。
我那时候就是我昨天很困惑，是因为就是我觉得我的人生中就是不可能一次遇到这么多人。你那么认真看着我啊？我说你好认真看着我，我觉得我觉得就是你很认真的讲这句话，我当然一定要很认真的去听。对，就是你人生中可能只会某一个时期，你可能遇到一个人，然后你就会试着跟他相处。那不管是最后有好结果，或是就结束了，然后可能就换了下一个人，然后慢慢的这样相处下来。然后现在突然那么多人，我觉得很困惑。可是这件事情会让你觉得困扰吗？是不会到困扰，但是我觉得对我自己很困惑。哦，对。可是你困惑的点是这么开心好吗？就是因为没遇过，我连我现在自己困惑什么我都说不出来。我昨天也是这个状态。对。大概可以理解。真的吗？因为像你有说，就是你平常就是比较宅在家里的人。对。就是可能你能一次面对那么多可能有机会发展的人，机会真的是很少，就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对，但是我觉得你要往好处想，就是一直以来，就是你的好没有被那么多人看到啊，然后因为今天有了这个机会，然后就变成说你的好就是让大家都很喜欢。天啊，你好会说话，要被感动到，就我是发自内心的这样子觉得。哎呦，有点感动。这2场约会下来，其实我自己心里比较还是偏向晚上的约会，就是跟小哈的。我觉得我第2次跟小哈约会后，我觉得我好像又更了解他了。可能第1天我们聊的是比较阅读，然后比较文学，然后旅游方面，然后第2次约会之后，开始有聊一些就是自己平常的生活观、价值观之类的。聊起来就是真的很顺利，然后就是感觉又更认识他一点，有对他这个人有加分。那你的观察，你觉得弟弟目前除了你跟他相处之外，他有没有跟谁可能有机会？我觉得可能无法吧。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约会最后没有继续吗？但我觉得可能是目前他们还处于在就是比较客气的阶段，然后有可能是不想要表现得太明显，可能会让对方退缩这样。我最喜欢吃油鸡了。好吃吗？是怎样很嫩吗？调味料刚刚好。好吃。好，那你感到伊娃的那个有。比较放松。对，真的比较放松。现在嘞，很放松吗？其实跟出门蛮放松。很自在。有些话有点接不上，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大家都是。但是独处的话，其实好像还 OK，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加上平常多人的时候，我跟你压力很大哟。不会啊。还是你以为说我可能会不好相处，还是这样？没有，你一直都是我们觉得最好相处的那个。谢谢哦，突如其来的夸奖，真的是这样子。谢谢。然后又关心了每一个人，这样默默的用你的方式。对了，对，所以觉得so sweet，谢谢 ，so sweet。所以在我面前你就做自己。其实我是偏安静，对，我其实挺做自己的。你安静也可以啊，空白也很好啊。真的，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些空白时光，静静的看着彼此，也很好啊。你的眼真的很，已经红到下巴了。确定的是，还灯光，还灯光。没有，你去照镜子，你真的全脸都是红的。灯光衣服啦，明明酒才喝2口，不可能吧？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酒量吗？你让我火的。那个要一起夹脚，这样火到一起夹脚，是吗？那你还要吃它吗？还好，还好是要还是不要？你想吃完对不对？还是你需要的是这样？
不好意思啊，我比较会用嘴巴挥。你跟谁有伸舌头啊？不是要深吻吗？你就是跟谁深吻？然后想知道。我觉得我的舌头那天好脏。Clara 有吗 ？Clara 好像好像有吧。弟弟也有，弟弟有，应该没有人了吧？我就只有嘴巴，没有舌头。佩佩也是嘴巴，我只是喂他酒而已。可是也是很深的。我只是吐酒给他。你那是有情节的情节加动作那个会比较有不像玩游戏的感觉。这样你喜欢这种的？对，可是我觉得大家尺度好像都还能接受，只是大家还在 game。等一下，你要尺度多开？我觉得每个人都是需要嘴巴打开的那种。我感觉大家都是会想的，而且好像其实他们都挺享受的，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干嘛呀？帮忙用一下啊！没有，好快乐哦，快乐。撑不着一整天不出门，睡着不能拥抱。下来，有没有下来啊？有没有下来啊？我觉得他可能生理上对我的好感度会高一点。如果今天真的要跟这个人长期相处，他会可能很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他可能会拿去衡量。我觉得他有更释放他自己一点，然后也愿意多靠近我一点，或者是多让我接近他一些，是加分的。反正这个不会让我想要放掉的感觉。他自己也有跟我说，就叫我去多试几个啊，多认识几个人啊。我有看着他说，好，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本来做事风格是一次就相处一个，确定你了，我就只想跟你相处，其他人我就不想，所以我不适合当海王海后。你经过这一场约会，你对 Soraya 的好感度？其实我跟他聊天反而很放松就是我们独处的时候，因为他好像就很明白我就是真的独处的时候是话比较少的人，对，所以也没有说问的特别太深入这样，我觉得还可以，觉得聊起来很轻松。我有把他的好感度提升但是我真的有跟他讲说，如果你不要那么色的话，也有人克你跟某某，我啊。no， 我说我这一群的，他现在在搞分裂，我没有，我只是说我们这一群的有人这样子克，并没有。对，那一边是就老人派你好那个，因为他是中间派，他是忠诚，因为他是中期，靠腰。然后再过去就是晚期，然后过来我们这边呢是初期、前期、初期，这是同期的分类。我们在讲今天就是我们的死期，你很幽默他很幽默啊，没有想到这么，你就知道我们出去有多好。我超喜欢谐音梗跟那种网络上的梗，火王仔，没错的。火王仔这个部分也可以看出年纪，就是那些多拿手机的年纪都比较小。像晚期就没有办法。给他一个 callback。救命啊！所以你们也没有真的知道，你也没有真的知道。我也没有。那我觉得我没有机会知道，我不会去跟他约会的。除非套圈圈故意放套。我认真听不懂什么意思。我跟你说，我们没有机会约会了，除非身不由己，可以吗？就对彼此没有兴趣，除非真的就是命运使然，或者是被强碰到。这有什么好没有办法理解？就是我可以主动选择的话，不太会主动选择到。要这么直白吗？我的喜好很明确，从第一天到现在，就是那个排名其实没怎么变动过。
聊过天的人，就是他们都在下面翻转啊，那1、2名还是一直都没变动过。第1名就是佩佩嘛，第2名就是萌萌。你，我要去上厕所。就是你知道，你从一开始我们聊天聊到现在，你知道你讲过最多的话是什么吗？就是哦，好啦，我理解。对，不是我觉得你会希望别人能理解你。我觉得就是你可以从一个人他在意的点去知道他在意什么。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在意细节的人，他思考细节的方式会跟我有一些地方很接近。他会观察到说我很想要被理解这件事情，就是当他讲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他打中了我那个内心最真正的渴望嘛。我觉得我跟他像是一种互相，他需要的我可以给他，我需要的他可以给我那种关系。但我会觉得就是看到他另外一面，而且会知道说他其实他的这个特质就是我一直很想找到的人嘛，这种特质。今天的环节是匿名变音通话环节。你现在不是跟如烟同床吗？对啊。那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会就是抱着睡觉，还是有什么肢体接触吗？而且我就有反指标，我觉得我这已经不是反指标，这已经是社会化的问题了。你觉得你比我社会化吗？没有，我是说，通常社会化的话，大家会比较不会骂别人神经病。但我觉得你社会化不够。如果你还看不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1个月只要100块钱。把你的脸埋在他的胸10秒钟，然后还要记容拓高，记容拓高，就你了。那我要选弟弟。不能呼吸10秒的概念，来了 ，come on， 呼吸也不错，乳香啊，come on， 乳香世家。来，再过来。刚刚很像。哎，我有点失心 ，sorry。我知道乖了，宝宝。你可以看到幕后花絮、完整版的约会内容，甚至是成员们观看节目播出的第一反应。但是呢，你要注意，假如你是 iPhone 用户的话，请不要直接从 YouTube 的 App 购买会员，这样会被多收50块的苹果税。所以建议可以从其他的网页浏览器或是电脑直接购买。